老 K， 我是以前你特地为我录了一期影片的忧郁症师妹。最近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身患疾病，家人不但不体贴，还常常挑剔和责怪。每这样，我心里就会升起很大的嗔心，把我自己吓到。我病前从未感受过恨，我也一直念佛，但这种情绪还是会起来，让我很烦恼。我有告诉自己，家人如此对我，也是我此刻的业报、恶报，应该忍辱接受，而不应再升起负面情绪。可是还是扛不住，吓得我都想跑去寺院独住，但又放不下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才好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老 K， 来，今天来回应我这位铁粉的问题。想说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所以就干脆摆在节目中将此方法介绍给有同样困扰的大家。当你们进入老 K 的快乐念佛法门当然会逐步遇到这些障碍但是我们不用怕也不用不好意思我们就一个个提出来逐步解决就好因为我们的快乐都是靠佛力加持的绝不是靠自己的功夫去克服的。你可能会问老 K 为什么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呢？因为每个人的罪福毕竟不一样如果我在这边提出一个用自己力量解决的办法一定有人会觉得不适合，或是自己的情况不同等等的嘛所以老 K 推荐的善法都是借佛力来搞定的这个就有点像自己平常都不带香烟每次都跟同事挡一根烟抽的概念兄弟挡一根来抽抽吧，顺便借个火开玩笑的老 K 女儿多大我就戒烟多久了。好了，我在乱讲，等一下要被骂了。我们言归正传。虽然老 K 不是心理医生但的确现在有很多忧郁症患者而且在现今社会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这位师姐她自称师妹但是为了尊称我在这边还是叫她师姐好了她的眷属常常会挑剔并且责怪她这个其实不要说忧郁症其实我们大家面对眷属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种问题嘛对吧？所以完全不稀罕出去到外面对别人都可以忍受唯独对自己的眷属就是无法忍受嘛。好，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家人对我体贴是应该的你们平常就应该要好好对我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对我这么好的有没有？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伴侣同修或是子女，特别是这样师姐有提到这个有时候发脾气气到自己都会吓到当下其实也没什么可能就是一件芝麻绿豆小事但是冷静下来以后就会发现哎呦，我念佛的刚刚我怎么对我妈妈这么凶我对这个每天来帮佣的 Mary 都没有这么凶怎么叫我老公就像叫狗一样你家的狗 Lucky 你还会觉得它很可爱你老公那个脸你看久了就很想一巴掌给他呆了对不对？老 K 那这样子我念佛有没有用我嗔恨心这么重弥陀会不会因为这样到时候不来接我别担心老 K 今天就是来安大家的心的首先我先直截了当的说只要你是一个放下一切经咒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并且相续念佛念念不舍。老 K 以前有说过不是那种持续24小时不间断的概念而是让自己进入一种状态一天半天甚至有的人1个小时不念佛就觉得全身发痒那放心就算你天天发脾气也可以往生根据是什么呢？老 K 可不是乱说的我是有凭有据善导大师曾经在观经术的散善义中有说到，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时节久近，但能上尽100年，下至1日7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能往生，必无碍也。所以都说了嘛，不问罪福嘛，这个大家听得懂吗？这句话的白话的意思就是在说你只要专称弥陀的名号不问罪福，到时候弥陀的大愿传来就像整点来接你小孩上课的校车一样
还一定会来嘛。这个校车啊，碰到台风还会停开啊。阿弥陀佛，这个不会啊。老 K 记得啊，净宗法师也譬喻过因为你天天念弥陀啊，就是把票已经买好了，票都已经买好了即便你每天跟你那个猪头老公 keep up 之后弥陀来接你的时候还是会让你上车的嘛。老 K 某某法师就说这个临终前的最后一念很重要是啊，老 K 赞成很重要。法师说的没错，但是我们这个叫做特别法门佛菩萨不是都跟我们说过了吗？为什么老 K 明明知道法师说的没错那我还是这么说的呢？因为佛菩萨都说了嘛，念佛之法乃横超三界之特别法门乃难信之法。所以你现在体会到了吧？就是因为不照规矩来才叫做难信之法嘛。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成佛愿。来，老 K 问一下大家，成哪条愿呢？对嘛，10念必生愿嘛，第18愿这个也就是说即便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恶人只要你愿意承上这个弥陀的大愿，你就已经注定往生了在这边你可能会有疑问你可能会问老 K 那其他修学法门还要不要管呢？答案是可管可不管管也不要管过头因为管过头会反客为主。我其实是在讲善导教法，你们听不听得懂你们去翻翻观经释帖书其实是不是在跟你传达这个闪善一说？其他的闪善是助行，称名念佛可谓是善中之善超越闪善和定善的存在如果你问助修还要不要善导大师有没有说过可修可不修所以这可不是老 K 胡扯的是善导大师说的嘛。善导大师有没有说过你修闪善是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主角这个主角可是称名念佛唯有称名念佛才是正定之业不要本末倒置其实你翻开观经术里面几乎都在讲这个嘛。你们看老 K 这个经都没有白读平常带你们读经都没有什么人要理我害我只能这样融会贯通才能跟你们说嘛。好啦，我还是来回题一下，否则等一下师姐说我没有回答到她的问题当然这个家人可能觉得师姐很麻烦，毕竟这个忧郁症可能要住院很难照顾嘛。这个心生不满种种的嘛。这样的确会让人家觉得痛苦不堪甚至觉得不太公平嘛。你想想看这个家人可能平常还有工作要忙可能还要轮班照顾师姐之类的嘛。当然这是老 K 的推测这个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如果说错了，请师姐原谅。尤其有些人到年纪大了以后对这个儿女可能会充满怨恨林州嘛，在年轻的时候为你们这些兔崽子拼死拼活赚钱养家奉献的这个青春都给你们这些小孩子了对吧？一辈子都卖给你们了我现在只是忧个郁你们这些小鬼居然这样对我如果是另外一半骂得更难听嘛。你老娘帮你拼死拼活的，我都没有嫌你臭没有嫌你脏现在老娘只是住一个院你就给我在那边嫌东嫌西解气吧，老 K 都帮你们骂完了我们赶快念个佛消消气顺便帮老 K 按个赞吧。当我们冷静来看这一切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当初要选这个横超三界的法门的吧。大家看电影有没有常常看到那个黑社会打打杀杀报冤报仇的那种骗子今天我老大被你干掉我忍辱负重君子报仇3年不晚过几年我就把对方的老大干掉了那我还要把他的小指头割下来一定要拿去我那个死去老大的这个坟墓前祭奠他在天之灵嘛然后他的小孩长大了又把你的耳朵割下来拿去拜他爸爸嘛。这种戏嘛，你大概看了3部片就不想再看了嘛因为这个剧情都差不多嘛。但是你冷静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在做的
不就是这种勾当吗？而且啊，这天天都在拍续集啊，你有没有发现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拍这种片，不是吗？啊，所以我们到底还要拍到什么时候呢？哎，是时候应该醒一醒啦！啊，看清楚嘛，其实我们都站在舞台上嘛。啊，这个舞台啊，其实就是被利益、冤债、业力搭建起来的嘛。啊，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续集啊，觉得已经拍够了。而且啊，这样子不知道拍到哪天是个头啊！所以看到阿弥陀佛啊，才想赶快跟他一起走啊，跳脱这一切嘛。我们放下这一切啊，来去西方啊，得到真正的快乐才是真的啊。当你快要下台一鞠躬的时候啊，你还要在意你的老公啊，或是你的小孩怎么对你吗？以前师父讲过一个笑话啊，这个老公啊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结果这个老婆啊，生前受到老公的欺负啊，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经过这个师父好言劝说以后才知道你的老公生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已经经过佛加持已经跟生前不一样了讲了半天这个老婆才愿意去所以这个弥陀人家来的时候是不问罪福的嘛这个弥陀来的时候也不会嫌我们脏，不会嫌我们臭所以你现在还要在意你每天在这个烂泥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嘛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嘛要不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入戏呢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